到了我这个将近100岁的年纪，看过无数商海的起落，经历过无数次的经济周期、金融风暴，甚至时代的更迭。最近这些年，我常常收到许多年轻人，甚至是步入中年的朋友们的来信。他们在信里充满了愤怒、焦虑、沮丧，甚至是一种深深的绝望。他们问我最多的问题就是：李先生，现在的房价这么高，利率这么吓人，普通人根本买不起房子，大家都这么痛苦了，这太不公平了。房地产市场什么时候才会崩盘？什么时候才会迎来大跌，让我们这些普通人能有一个家？你看，这就是人性中最真实，但也最容易让人陷入盲区的地方。大多数人，尤其是那些在市场门外苦苦等候的人，他们在潜意识里把市场当作了一场道德剧。他们天真的以为市场是有良知的，是有情感的。他们认为，如果某件事情变得足够痛苦，它就一定会变得便宜。如果这个社会上有足够多的普通人正在受苦，正在被高昂的房价压得喘不过气，那么价格最终必定会因为这股民怨而崩盘。他们固执地相信，如果一件事情让人觉得不公平的时间够久，那么数字最终一定会向所谓的正义低头，房价一定会跌到他们买得起的位置。但今天我这个90多岁的老头子，必须非常残忍也非常清醒地告诉你们一句大实话：房地产从来就不是这样运作的。资本的机器里没有同情心这3个字。如果你或者你身边的人想了解为什么现在的房价可以如此固执地居高不下，而大众却越来越痛苦，甚至感觉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那么接下来我讲的每一句话，请你务必一字一句地听进去。这是我会教给所有想要看透财富底层逻辑的人的第1堂课。撕开道德的伪装，认清市场的冷血机器。房地产市场不是一个道德体系，它的设计初衷从来都不是为了安抚那些被价格挤出市场的人的情感。它不是一个慈善机构，不是一个会因为你流泪就给你打折的福利所。它是一台缓慢笨重，由无数个复杂齿轮咬合而成的巨大机器。这台机器是由什么塑造的？是由供给、融资结构、被迫抛售的压力、建设成本、人口结构以及人性的诱因所共同塑造的。如果你不了解这些隐藏在水面之下的巨大力量，你将会花上几年甚至10几年的时间，在岸边苦苦等待一场永远不会到来的崩盘。你会白白蹉跎掉自己人生中最宝贵的奋斗岁月，错把自己的痛苦当作了市场洗牌的催化剂。请记住我接下来要说的这个核心观点，这也是大众最容易犯的致命错误。痛苦从来都不是催化剂，压力才是催化剂，被迫抛售才是催化剂，库存过剩才是催化剂，崩坏的融资结构才是催化剂，而痛苦本身就只是痛苦而已。这个本质的区别解释了为什么现在的房地产市场会处于一种极度奇异，甚至让人觉得反直觉的状态。你们环顾四周，看看现在的社会现状，人们看到房贷利率依然高高在上，远远高于前几年那种几乎是免费借钱的正常水平。人们看到购房的负担能力已经跌到了大多数现有买家手，经历过的历史最低点。人们看到每个月的房贷还款额相对于普通人的薪水收入呈现出一种爆炸性甚至荒谬的增长。人们看到那些满怀希望的首购族在市场面前遭受了无情的屈辱，他们带着辛苦攒下的首付，却发现自己只能买得起偏远地区的老破小。然后他们问了一个在情感上看似无懈可击、合情合理的问题：既然大家都买不起了，为什么价格没有崩盘？答案无比冷酷，买不起这3个字本身并不会造成市场崩盘。买不起会造成什么？它会造成巨大的挫折感，它会造成年轻人推迟买房的计划，它会造成社会上普遍的愤怒和戾气，它会造成买家只能咬紧牙关，勉勉强强地凑钱去买更小的房子。它会迫使人们拉长通勤时间，每天花3个小时在路上，只为了搬到更便宜的园。郊地区，它会让年轻人延后结婚、延后生子、延后成家。
它会在整个社会中蔓延出一种某种社会契约已经变得荒谬的普遍绝望感。但是，朋友们，请你们清醒一点，以上所有的这些痛苦、妥协、愤怒、延迟，都不等于一波屋主被迫将房产抛售到一个供过于求的市场中。这就是人们一直搞错的最根本的地方。大众在心理上习惯性的把股市的那套情感逻辑生搬硬套到了房地产这个实体结构上。股票是什么？股票是一个流动性极高的虚拟符号，它可以很快的陷入群体性的恐慌。投资人每天都在交易，只要一有风吹草动，一个负面新闻，甚至一条推文，股票就能在几秒钟内实时重新定价，引发恐慌性抛售。但房地产不会，房地产是极度缓慢的，是有极强粘性的，是高度区域性的。最重要的是，房地产是受到可以维持几十年长度的融资决策所阻碍的。屋主不是萤幕上闪烁的抽象代码，他们活生生的睡在这个资产里，这里面有他们的客厅、厨房、孩子成长的卧室。他们的融资不是理论上的数字，而是真金白银地支配着他们每个月的生活开销。因此，一个家庭决定卖房的决策重量，要比决定卖掉100股苹果股票的决定复杂、沉重的太多太多。这就是为什么目前的房地产环境看起来如此矛盾、如此撕裂。房贷利率确实高得吓人，高到足以严重伤害甚至摧毁大批潜在买家的负担能力。但是，高利率并没有产生那种会造成真正崩盘的清算压力。房价确实不再像过去几年那样疯狂飙升了，市场冷静了下来，但是他们也没有跌到足以让每一个躲在荧幕背后苦苦等待重演2008年次贷危机的空头们证明自己是对的程度。需求确确实实减弱了，但它并没有凭空消失。供给从近期那种绝对饥荒的状态中有所改善，但依然受到种种限制，使得价格依然有着强大的底层支撑。换句话说，这个市场现在非常悲惨，让人痛不欲生，但它并没有崩坏。这是一种比大多数人想听到的结论还要微妙得多的情况。大众的心理是极端的，他们要么想要一场狂欢的盛宴，要么想要一场彻底的崩盘。他们想要一个干净利落、善恶分明的故事，他们想要看到贪婪的卖家受到严厉的惩罚，或者想要看到苦苦等待的买家获得最终的胜利。然而，房地产这个老谋深算的家伙很少会提供这种优雅的结局，更多的时候，它会产生一种长期的慢性的不适感，然后他会傲慢地要求大众去忍受这种痛苦，并让大众在漫长的折磨中发现一个尴尬的事实：买不起和价格崩盘根本就不是同一回事。被困住的巨兽，致命的锁定效应，现在我们来深挖造成这种奇异僵局最深层的原因。这也是整个房地产对话中最核心、最致命，却被无数人忽视的端倪之一——锁定效应。大多数人，甚至是一些所谓的经济学家，至今仍然没有完全体会到这个效应到底有多么强大。让我们把时间倒转回几年前，数百万甚至上千万的现有屋主，在房贷利率处于历史极低水平的时候，办理了购房贷款或者进行了转贷。你要明白，这些人现在手里拥有的不仅仅是一栋砖块和水泥砌成的房子，他们拥有的是附带超低成本融资的房子。这种极低利率的融资，如果拿来与目前市场上动辄6%、7%的利率相比，看起来简直就像是金融魔法。这是一笔巨大的隐形资产。那么，问题来了。如果一个家庭现在背负着3%的30年期固定房贷，他们每个月的还款额是非常轻松且固定的。这时候，如果他们想搬家，无论是因为想换大房子、想缩小规模，还是单纯想换个环境，搬家就意味着他们必须放弃这个魔法贷款，去市场上重新申请一个高利率的新贷款。当这种情况发生时，搬家就不再是一个正常的生活方式决定了，它变成了一个重大的自我造成的财务创伤。
他们为什么要自愿这么做？这是所有等待房价大跌的人应该每天起床后对着镜子不断问自己的问题：为什么一个生活相当稳定，每个月只背着极其廉价债务的屋主，会突然发疯，卖掉自己手里便宜的房子，然后去市场上买另一栋背着昂贵高息债务的房子？特别是在目前的市场下，整体的房价依然够高，以至于他们就算卖了旧房子去买下一个房产时，也根本没有便宜多少。卖掉低息资产去换取高息负债，这种违背基本商业逻辑的自残行为，理性的人是不会去做的。这就是现代房地产陷阱的最核心。更高的利率就像一把双刃剑，它的一面无情地惩罚了所有想要进场的新买家，但它的另一面却彻底瘫痪了现有的屋主。高利率让这些老屋主死死地守着自己已经拥有的东西，他们躲在低利率的堡垒里拒绝出来。这意味着什么？这意味着市场上出现了更少的待售房屋，更少的换屋交易，更少的普通二手屋买卖，更少的流动性，更少的供给。大众媒体通常会将这种现象描述为一个生病的市场，确实如此，这是一个病态的市场。但请注意，这是一种非常特殊的病，它不是2008年那种因为过度建设和违约潮引发的急性败血症，它是失去流动性的慢性瘫痪。市场并没有在突出大量的库存，它是在将现有的库存死死地冻结在原地。这是一个极其重要的区别。你可以身处在一个新买家被高房价和高利率彻底压垮、哀鸿遍野的房地产市场中，但同时价格依然居高不下。为什么？因为老屋主比新买家更不愿意交易。这听起来很不公平，对吧？但这种感觉，只有当你仍然用道德的角度、用善恶报应的思维去思考市场时，你才会觉得不自然。一旦你抛开情绪，用冷酷的结构化、商业化角度去思考，这一切就变得显而易见、理所当然了。房屋的供给被大量扣留，不是因为这些老屋主对现状有多么满意、多么开心，而是因为他们目前的融资条件让搬家这个行为在财务上变得极度不理智。这就是为什么我反复强调，市场很痛苦，年轻人很绝望，但市场还没有真正崩盘，甚至离崩盘还很远。虚假的丰饶、被忽视的供给真相、容易被锁定效应影响的现象，也直接连接到了我要告诉你们的第二个重要事实。相对于一场干净利落的向下重新定价所需要的海量房屋，目前的库存依然太低了。人们很容易忘记这一点，因为他们每天看新闻，听到媒体报道说库存已经从前几年的绝对谷底回升了，卖家开始降价了。于是他们的大脑就自动脑补，假设这必定意味着供给已经恢复正常，大跌指日可待。不，大错特错，不一定。当一个市场已经像饿死鬼一样饥饿了好几年，从饥荒中有所改善，绝对不等于丰衣足食。以前市场上只有1套房在卖，现在变成了3套，库存增加了2倍，听起来很惊人，对吧？但如果这个市场原本需要10套房才能达到供需平衡，那么这3套房依然是严重的供给短缺。你们有没有想过，除了老屋主不愿意卖之外，还有哪些力量在死死卡住供给的咽喉？如果你仔细观察过去10几年的宏观经济，你会发现，自从上一次崩盘后，全球的房地产建设有着长达几年的严重投资不足。如果你看到现在的劳动成本正在不受控制的攀升，建筑工人的薪水越来越高，如果你看到钢材、水泥等建筑材料的价格因为通货膨胀而暴涨，如果你发现政府的环保法规、分区管制依然缓慢且成本高昂，如果你看到优质土地的获取成本和保险成本都在成倍上升，如果这一切都在发生，再加上现有屋主依然像守财奴一样拒绝放弃他们的旧低息房贷，那么整个市场的房屋供给在底层结构上，可能仍然比大众情绪所暗示的要紧缩得多。同样的情绪和机制在这里产生了巨大的分歧。一个市场可能让人感觉糟透了，买气冰冷，看房的人寥寥无几，但同时待售房屋的数量依然少得可怜。
这就是房地产市场中最丑陋、最不加掩饰的真相之一。人们看到这个现象就变得无比愤怒，因为在他们的朴素认知里，他们认为既然负担能力已经消失了，既然大家都买不起了，那么稀缺性也应该跟着消失才对啊，房子应该多到没人要才对啊。但是他们忽略了一个残酷的现实，房地产的稀缺不仅仅是由口袋里有钱、满脸笑容的快乐买家造成的，它的稀缺同样是由多年的建设不足造成的，是由严苛的分区管制造成的，是由融资锁定造成的，是由建商面临着高昂的各项成本而不敢轻易开工造成的，更是由房屋被建造出来的速度永远跟不上网络上网民情绪变化的速度，这个铁一般的事实所共同塑造的。虚拟世界里的情绪1秒钟就可以反转，但真实的房屋需要土地，它需要劳动力去一砖一瓦的砌成，它需要真金白银的材料，它需要漫长的政府核准流程，它需要铺设公用事业设施，它需要修筑道路，它需要准确的时机，最重要的是它需要有足够的利润空间，让建商觉得这个建案从一开始就值得去建。这台名为房地产的实体机器绝对不会对社交媒体上抱怨房价太高的推文做出任何反应，它只遵循利润和成本的算计。这就是为什么房地产的调整总是那么慢，慢到让人窒息，慢到经常令人反感，甚至让人崩溃。需求的突变与新阶层的撕裂，接下来我们谈谈另一个主角。需求，很多人说现在利率这么高，没人买房了，需求已经死了。这也让很多人感到困惑，因为大众的大脑喜欢干净利落的二分法分类，买家要么在市场里疯狂抢购，要么就彻底不在市场里。并非如此，需求不会凭空蒸发，它可以收缩，可以突变，可以退化，但它极难完全消亡。是的，有些家庭因为高利率和高房价已经完全被挤出了市场，他们绝望地退出了。有些家庭选择了延后购买，决定再租几年房子看看。有些买家被迫降低了对坪数的期望，原本想买大3房，现在只能看小2房。有些买家无奈地搬到了离工作地点更远、更便宜的地理位置。有些买家咬着牙接受了他们曾经发誓绝对无法想象、更难看的妥协。还有些买家，他们勉强撑大了自己的预算，掏空了父母的钱包，因为他们在绝望中决定不再等待。他们意识到再等下去可能也省不了多少钱。当然，市场上依然有一些高收入者，他们凭借着丰厚的薪水，依然可以轻松跨过高房价的门槛。更重要的是，还有很多人是必须搬家的。为什么？因为真实的生活不会因为高利率而停止，因为离婚需要分家产，因为工作调动需要换城市，因为孩子要上学需要学区房，因为年迈的父母需要接来身边照顾，或者单纯是因为生命周期的变化带来的刚性需要。而在这一切复杂的现象之下，还有一个巨大的让人无法忽视的人口结构事实，一个庞大的世代目前依然正在经历他们一生中首次购房的黄金岁月，这一点至关重要。人口结构这股沉默却磅礴的力量，它根本不在乎你对每个月的房贷还款额有多不满。无论房价多高，家庭的形成仍在发生，孩子仍在出生，需要更大的空间，婚姻仍在建立和破裂，工作仍在改变，家庭的规模仍在成长。这就是为什么当你听到身边的人抱怨现在根本没有人买得起房子时，这句话在统计学上通常是错的。人们真正想表达的意思是，这个市场对广大的潜在买家来说已经变得具有极度的虐待性。这可能是千真万确的，这确实是一个充满虐待性的市场，但充满虐待不代表交易量为零。事实上，纵观历史，一些最糟糕、最让人痛苦的房地产时期，正是买家仍然源源不断出现的时期，只不过他们是以一种被严重削弱的、更不平等的、更充满绝望感的形式出现在市场上。这绝对不是一种健康的刚性需求，但它依然是实实在在的需求。
而这种畸形的供需状态，正在我们的社会中残忍地创造出一种新形态的阶层化。现有的背着低利率旧房贷的老屋主，他们安稳地坐在资产的堡垒里，享受着一个岁月静好的世界；而那些怀揣梦想的新买家，却面临着另一个狂风暴雨、残酷无情的世界。这两个世界之间的巨大差距，变成了一种对社会流动性征收的无形税收。现有的老屋主每个月花在住房上的收入比例，远远小于那些刚刚踏入社会的新进入者。市场的机制开始发生了扭曲，它无情地惩罚了所有试图进入这个游戏的新玩家，并慷慨地奖励了那些早就占好位置的在位者。一旦这种情况固化，朋友们，你就不再拥有一个可以通过努力攀爬的干净的房地产阶梯了。你得到的是什么？你得到的是一个受保护的阶级和一个受惩罚的阶级。这种状态在社会层面上是极具腐蚀性的，它会摧毁年轻人的奋斗欲望，引发严重的阶级对立。但是请再次记住我前面说过的话，社会的腐蚀、道德的沦丧并不等于立即的价格崩盘。这也是为什么那些天天盯着新闻等待社会崩溃引发房价崩盘的人，经常会误解房地产真正偏好的调整方式。房地产这个冷血的商人，他最喜欢的调整方式是透过漫长的时间来折磨人。价格可以连续几年横盘整理，一动也不动，而房子的实质价值可以透过每年的通货膨胀被缓慢地侵蚀掉。卖家可以悄悄地在私下里降价，而不公开挂牌。房屋可以在市场上放得更久，从1个月卖掉变成半年卖掉，买家可以慢慢获得多一点的议价能力。某些区域性的疲软可以在表面之下暗流涌动，而全国的平均数据看起来依然相对平静，粉饰太平。换句话说，房地产可以透过一种极度无聊、漫长、钝刀子割肉的方式，而不是一场好莱坞电影式的灾难大崩盘来完成它的正常化。这对于那些把整个世界观、把人生的翻盘希望都建立在房价暴跌上的人来说，是极度不满足，甚至让人崩溃的。但很抱歉，市场没有义务给他们情感上的宣泄，市场不欠任何人一个道歉。幽灵的对比，这绝对不是2008年现在。我们来谈谈每个人在讨论房地产时都坚持要做的历史比较。无数人在喊，这就是2008年前夕，崩盘马上就要来了。我今天把话放在这里，这不是2008年，我这么说绝对不是把它当作一句安抚人心的口号。我这么说是因为如果你懂一点点金融底层逻辑，你就会发现这2次危机的先决条件在最重要、最致命的几个方面是截然不同的。回想一下2008年早期的次贷危机，那时候的市场有什么？有大规模甚至疯狂的过度建设，有一条极度宽松甚至是毫无底线的贷款融资链，有着比现在多得多的短线投机客。最要命的是，有一大批极度脆弱的屋主，他们手里拿着的是浮动利率贷款或者次级贷款，只要信贷条件稍微恶化，利率一涨，他们瞬间就会破产。今天的系统同样有病，但它得的是完全不同的病态。它确实有严重的负担能力压力，它确实有在前次崩盘后长达10几年积累下来的建设不足，它有一个根深蒂固、坚不可摧的锁定效应，它有大量的屋主安稳地坐在高额的房屋净值和较低的固定利率债务上，它有着史上最严格的贷款审查标准，它有着极少数的真正明显面临被迫抛售压力的屋主。这些差异不是细枝末节，而是决定生死的根本区别。人们总是喜欢故作深沉地说历史会重演，我告诉你，历史不会简单的重演，历史会押韵，会误导，会改变装扮来迷惑你。如果你把今天市场的装扮误认为是底层的结构，你就会像一个等错了车站的旅客，一直期待着错误的灾难。问问你自己，库存是否已经淹没了需求？没有。信贷质量是否出现了大规模崩溃？没有。
到目前为止，一场经典的房地产大洗牌所必须具备的核心要素，根本不像过去那样存在。请注意，我这么说并不代表价格绝对不会下跌，这意味着价格要出现有意义的大幅度的下跌，其路径比愤怒的大众所想象的要狭窄得多，困难得多。而且，如果未来价格真的下跌，他们极可能不是因为大众单纯在网络上抱怨负担能力太差，而是因为出现了更具体、更血淋淋的宏观经济原因。在这样一个僵化的市场中，真正能造成房价有意义下行空间的，只有少数几件极端的事情。第一，失业率严重且快速的上升，导致大批屋主断供，产生真正的被迫抛售。第二，一场严重的经济衰退，同时彻底摧毁需求，并大幅增加困境库存。第三，供给突然出现激增，压倒目前的供需平衡。第四，或者利率维持在令人痛苦的高档足够久，久到让需求退化的程度远远超过目前供应短缺所能抵消的程度。这些是什么？这些是结构性的压力，是冷酷的时间，而不是房价太高不道德的道德论点。这就是为什么我一次又一次地回到那个核心观点：被迫抛售。房地产不会因为买家感到受辱、感到买不起而真正崩溃，它崩溃只会是因为屋主失去了持有的能力。如果劳动力市场保持得够完整，大家都有工作；如果大多数屋主保留了他们低固定利率的融资，每个月还款毫无压力；如果房屋净值的缓冲依然真实存在；如果建商因为成本过高而无法用新供应去淹没市场，那么这个市场可能会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保持昂贵，保持令人反感，保持让年轻人绝望，而绝对不会带来许多人日思夜想的那场崩盘。我这么说不是为了刺激谁，而是因为机器的运作方式就是这么冷酷无情。此外，还有一个全国性评论经常扁平化的区域维度。在人们喜欢想象的情感意义上，他们总以为崩盘是全国统一的，其实不然。其他长期供应短缺的地区可能仍然顽固的抗跌，而阳光带的一些地点因为前期建商疯狂涌入，可能会经历更明显的降价。一些沿海的核心市场可能单纯的保持冻结和绝对负担不起的死水状态。因此，单看全国性的平均数字，通常是了解普通人生活现实的糟糕工具。这再次说明了为什么那种全国即将大崩盘的论述太过于简单和幼稚。市场可能会有疲软，可能会有建商降价促销，房屋可能会在市场上停留更长的时间，买家可能会有更多的议价空间，甚至可能会有整个地区出现名目价格的下滑。但这些正常的市场波动并不自动等同于一场摧枯拉朽的全国性房地产崩盘。人们讨厌细微的差别，因为细微的差别太费脑子，它无法被塞进一句像房市末日到来这样博眼球的口号里。很好，但现实很少在乎你的口号。在这样一个奇异的市场中，未来最可能的路径不是充满戏剧化的暴跌，而是漫长的折磨。有些地区价格持平，有些地区微幅增长，有些卖家悄悄降价，房屋上架时间变长，建商给出更多让步，滞销库存慢慢增加，买家获得了一些议价能力，但这点降幅根本不足以让他们感到胜利。卖家发现前几年的狂热已经彻底过去，但房价的地板并没有消失。建商小心翼翼地移动，因为他们自己的建材和人工成本依然居高不下。这就是一个被严重扭曲的房地产市场，通常试图寻找新平衡的方式。我会用来形容这个过程的词是正常化，一种缓慢的、无聊的、极度不公平的正常化。这也是房地产不同于股市的另一个根本原因。股票在两个方向上都会快速超调，因为流动性是实时的，而市场情绪可以在一天内重新定价所有东西。但房地产是实体的、笨重的市场，合约签署的速度较慢，几十万、百万的决策较为沉重，市场信息传递极不均匀。屋主会死死锚定在过去最高点的价格上，
卖家宁愿把房子空着等待，也不愿接受确定的损失。买家犹豫，然后在生活的逼迫下屈服，然后再次犹豫。房地产会折磨人，因为人是有粘性的，而且资产本身也是有粘性的。如果你被高房价锁在门外，这种粘性会令人发狂。这也正是崩盘比大众语气所暗示的要罕见得多的原因。诡异的循环，痛苦即是支撑现在。让我说明一个更深层、更烧脑的观点，因为这是房地产市场作为更广泛资本市场一部分，最展露其獠牙的时刻。一项资产可以长期保持昂贵，不是因为大家的经济生活很容易，而是因为通常会产生更多供应的机制本身被无情地阻断了。这就是当前这个房地产周期最奇怪也最残酷的地方。高利率让新买家更难负担得起房子，这带来了巨大的痛苦。但请注意，同样的高利率也精准地阻碍了现有屋主卖房，并吓退了建商积极扩张的步伐。制造痛苦的东西，也帮助创造了稀缺。这是一个完美的首尾相连的恶性循环。许多大众和半吊子专家误读了它，因为他们大脑里有一种刻板印象。假设每一个经济上的痛点都必须自动转化为看跌价格的理由，并非如此。有时候，痛苦的来源恰恰也是价格保持居高不下的护城河。这就是为什么房地产市场现在感觉如此不自然。这是一个负担能力变差，并不能直接转化为较低价格的奇异市场，因为目前的融资结构在无情挤压需求的同时，也完美地困住了供给。这是一个痛苦充沛，但待售房屋却不多的市场。这是一个债务极低的旧屋主，安稳地坐在低利率的堡垒里看戏，而边际的新进入者却被要求支付伪装成高额房贷还款的惩罚性薪水税的市场。这是一个通货膨胀、劳动成本、保险成本和燃料成本全部联合起来对抗容易的供给反应的市场。这是一个极度残酷的组合。它也完美解释了为什么单纯的崩盘论点通常是思维偷懒的表现。如果你想真正了解任何资产市场，你必须停止用它感觉多么不公平，普通人有多惨的情绪化语言来谈论它。你必须开始用资产持有者在目前的诱因下到底可能会做些什么来谈论它。这才是成年人搞投资、看世界的框架。在现在的房地产中，我们用成年人的框架来看，现有屋主没有强烈的动机去卖，建商没有强烈的动机去淹没市场。许多买家虽然被锁在门外，但仍然有足够的刚需买家留下。最关键的，整体信用质量并没有以明显的2008年方式崩溃。结果是什么？结果是这个市场极度不健康，但它偏偏有着极强的底层支撑。这对国家的政策制定者来说也是极其重要的。尽管人们在情感上不喜欢承认，但一个社会完全有可能在市场给你带来降价的宣泄之前，就已经变得极度负担不起了。事实上，长期的负担不起，可能会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成为他自己的平衡状态。这种状态在社会层面上是腐败的、有毒的，它深深伤害了家庭的建立，阻碍了劳动力的流动，打击了年轻人的生育决定，扭曲了消费支出模式，甚至动摇了政治的正当性。但同样的，请记住，这些都是下游的人类后果。冷血的市场绝对不会因为同情这些后果而立即治愈自己。有时市场会冷漠地坐在这些灾难性的后果上，无动于衷。这就是我们现在正在亲眼目睹的现实。那么，到底什么才能让这个令人窒息的故事发生有意义的改变？必须有东西实实在在的断裂，是就业市场断裂，是信贷供应断裂，是高利率的持续时间长到压垮一切，或者是这些因素的某种组合。如果失业率上升的够多，那么人们就无法单纯的持有房产并等待，被迫抛售就会出现。如果利率下降的够多，也许更多被锁定的老屋主会愿意卖房，释放供给，这些才是改变价格的实际路径。但在那些东西断裂之前，普通人的困难本身是不足以推倒房价的。
90岁商人的7条铁律刻进你的骨子里，这就是我们今天要讲的最关键的收获。房地产完全有可能对新买家来说是现代记忆中最痛苦、最绝望的市场之一，而且同时它仍然不崩盘。这2个事实在逻辑上并不矛盾，它们只是从2个不同的面向看到的同一个事实。市场之所以痛苦，是因为融资和供应的结构很糟糕，而市场之所以没有崩盘，是因为同样糟糕的结构仍在防止产生全面崩溃的供需失衡。大多数人从心底里厌恶这个答案，因为这个真相剥夺了他们拥有一个简单反派和简单结局的乐趣。他们想要高利率来严厉惩罚卖家，他们想要用自己买不起的痛苦干净利落地换取一个大跌的结局。他们甚至在心里固执地相信房价欠他们一次历史性的修正。孩子们，醒醒吧，市场什么都不欠你，房地产更是如此。这引出了关于资本市场更深层的教训。一项资产可能变得令人极度讨厌，却不会变得便宜；一项资产可能在政治上变得有毒，但在底层机制上却不会变得脆弱。只有机制才是具决定性的力量。如果融资基础完好无损，如果所有者依然有偿付能力，如果供应依然受限且没有出现大规模被迫抛售，那么这个市场保持令人反感的时间长度，可能会比你那脆弱的情感逻辑所允许的时间要长得多得多。房地产在这方面特别无情，因为它触及了一切：家庭组成、阶级流动、地理位置、劳动力市场、储蓄率、政治稳定和个人的尊严，这一切都与房地产死死纠缠在一起。这强烈的羁绊让普通人产生了一种错觉，认为他们的挫折感本身应该带有某种市场力量，它并没有。挫折感只有在最终转化为较低的有效需求、较高的财务困境或更多的实质供应时，才具有经济学意义上的重要性。在那之前，你的痛苦只是一个社会学意义上的人类成本，还不是一个经济学意义上的定价机制。目前市场最残忍的地方在于，它现在就无情地施加了人类成本，同时却傲慢地推迟了定价的环节。这就是为什么每个人都感到自己被深深地困住了。带着便宜房贷的老屋主，在一方面被困住了，他留下来是因为离开在财务上是愚蠢的。年轻的买家在另一方面被困住了，他只能选择延迟买房，勉强凑钱搬迁，委屈地降低期望，或者充满恨意地完全放弃，因为现在进入市场是惩罚性的。建商被高昂的成本困住，也被不确定是否有够多买家能在可接受的利润率下负担得起新产品的恐惧所困住。每个人都受到了限制，而从这种集体的限制、集体的瘫痪中，产生了一个看起来病态却顽强地拒绝死亡的市场。这是一种非常现代的结构性的机能失调。如果你希望将这个庞大、复杂、令人绝望的房地产问题压缩成几条可以在这残酷世界里防身的规则，我这个90多岁的老头子会这样为你总结。请把这7条规则深深地刻在你的骨子里。第1条规则：负担不起和价格崩溃绝对不是同一件事。买不起是社会问题，价格崩溃是供需问题。不要用你的钱包厚度去预测市场的走向。第2条规则：房地产市场不仅受买家痛苦的支配，更受卖家诱因、融资锁定和实际库存的支配。买家决定了市场的热度，但卖家和库存决定了市场的底线。第3条规则：高房贷利率是一把双刃剑，它可以残酷地减少需求，但同时也完美地抑制了供给。这就是为什么升息没有带来暴跌，反而带来了市场的冰封。第4条规则：这绝对不是2008年，除非潜在的宏观信贷条件开始类似2008年，而目前他们在同样的方式下并不相似。不要等错了幽灵。第5条规则：房地产是极度缓慢的，在它给你一场戏剧性的崩盘之前，它通常会透过长达数年的停滞、卖家私下的让步和区域性的阴跌来正常化。
他喜欢用钝刀子割肉。第6条规则，真正的下行空间来自于被迫抛售。大跌需要的是失业率狂飙、严重的经济衰退或真正的库存激增，而不是单靠大众在网络上的愤怒。愤怒不止一文。第7条规则，永远不要把社会的不健康与机制的脆弱混为一谈。前者可能存在数年甚至数十年，而不会变成后者。资本市场没有替天行道的义务。这7条规则值得你每天睡前默念一遍。我讲出这些规则，不是为了支持房地产，也不是为了给高房价洗白。这些规则是反错觉的，这个区别非常重要。真正了解这7条底层逻辑的人，不会再像一个受委屈的孩子一样，每天在网络上抱怨，问为什么市场还没有向他道歉，还没有大跌。一个真正成熟的投资人，一个想在这个残酷世界里生存下来的成年人，会开始问一个更好的、更具穿透力的问题：到底是什么具体的宏观机制，能迫使足够的供应进入这个封闭的系统，以有意义的方式打破目前的价格僵局？而那个机制现在真的出现了吗？这才是成年人该问的问题。而在这个问题的答案变成明确的肯定之前，房地产市场可能会继续做它最擅长的事，保持令人反感，保持极度负担不起，并保持比大众认为它应该具备的寿命还要耐用的多、顽强的多的生命力。不要再让情绪蒙蔽了你的双眼，认清这台机器的运作方式，保护好你的现金流，经营好你自己的事业和人生。当你不再把希望寄托在市场崩盘的施舍上时，你才真正拥有了掌控自己命运的底气。